你是否想过，戒烟这一个小小的决定，就像推倒了第一块骨牌，竟然能引发你生活中一连串你连想都不敢想的正向改变？今天我们不聊那些老掉牙的，什么戒烟对肺好、对心脏好，这些你早就知道了。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更深层也更神奇的东西，我称之为人生的骨牌效应。这个效应它有两条完全相反的轨道，一条会把你的人生一块一块的推向停滞、混乱，甚至是深渊，而另一条则会开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让你的事业、财富甚至爱情都走向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我就站在那条骨牌效应的轨道上，被推着走了整整15年。我叫志明，一个前烟枪，一个每天跟甲方跟 deadline 搏斗的设计师。今天我想跟你聊聊，我是怎么从那条不断下沉的轨道，拼了命的跳到另一条向上爬升的轨道上的。很多兄弟可能会想，戒烟嘛，不抽了，生活自然就变好了，这很合理，对吧？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切美好的改变，这个正向的骨牌效应，它真正的魔法，并不是因为你停止吸烟这么简单呢？背后真正的秘密，是你在抵抗烟瘾的过程中，无意间锻造出的一种超能力，一种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机会真正掌握的能力。而这个才是决定你戒烟之后，人生是原地踏步，还是能一飞冲天的关键。想知道这个秘密是什么吗？先别急，在揭晓答案之前，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先回到过去，回到那个被负向骨牌效应推着走的我的生活里。我相信你可能会在我的故事里看到你自己的影子。那时候的我，每天的生活就像一个被设定好的、无法挣脱的恶性循环。画面是这样的：晚上7点，我拖着被掏空的身体，打开租屋处那扇沉重的铁门。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是我一天中唯一能清晰听见的属于自己的声音。工作的噪音、客户的抱怨、老板的压力，像背景音一样，还在脑子里嗡嗡作响。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不是喝水，不是换掉那件被汗浸湿的衬衫，而是把公事包往地上一扔，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重重地陷进那张旧沙发里。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喊着我受够了。然后那个仪式就要开始了。我会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从口袋里摸出那包皱巴巴的烟盒，颤抖着敲出当天的第15根，或许是第20根烟。打火机咔的一声，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清脆。橘红色的火光照亮了我麻木的脸。第一口烟吸进去，深深的吸到肺的最深处。尼古丁像一个老朋友，瞬间冲上我的大脑，温柔地对我说：“没事了，放松点，世界暂时与你无关了。”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脑子里的噪音好像真的消失了，工作的烦恼、对未来的焦虑都被这口烟雾暂时隔绝在外。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根烟的时间大概7分钟。7分钟后，那种熟悉的、更巨大的空虚和焦虑就会加倍的反扑回来。怎么办？很简单，点燃下一根。烟灰缸里，烟蒂堆得像一座小山，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焦油味。我的手指被熏得微微发黄，整个房间都弥漫着那种二手烟的沉闷的气味。这就是我的安全堡垒，一个用尼古丁和自我麻痹堆砌起来的脆弱不堪的堡垒。光有尼古丁还不够，我需要更强的刺激来填满这大段大段的下班后的垃圾时间。于是我拿起手机，演算法是个魔鬼，他太懂我了，他知道我需要什么。他会推送给我那些最能挑动我情绪的新闻，那些让我愤怒、让我焦虑的社会事件。我会一边抽着烟，一边咬牙切齿地评论，好像自己是正义的化身。但实际上，我只是在消耗自己仅存的一点点能量，去关心那些我根本无力改变的事情。愤怒过后是更深的无力。然后演算法会给我推送那些光鲜亮丽的短影音、跑车、美女、成功人士的演讲。荧幕的冷光映在我面无表情的脸上，我像个僵尸一样，一条一条地滑着，大
大脑完全是放空的。我看到别人的成功，看到的不是激励，而是对自己无能的又一次确认。偶尔还会点开那些你懂的，能提供最廉价、最快速多巴胺的成人内容。在那几十分钟里，我仿佛忘记了现实的窘迫。但结束之后，那种巨大的羞耻感和自我厌恶会像海啸一样把我淹没。志明啊，志明，你看看你现在活成了什么样子？这就是我的夜晚，日复日。靠着尼古丁、愤怒、垃圾资讯和廉价的多巴胺来麻痹自己，逃避现实。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这只是第一块骨牌。第二天早上，真正的恶果才会显现。闹钟会像催命一样响起，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第一感觉就是喉咙又干又痛，像是被砂纸磨过一样，嘴里还残留着昨晚烟草的苦涩味道。我没有时间吃一顿像样的早餐，随便套上衣服，抓起公细包就冲出门去挤捷运。在拥挤的车厢里，我闻着自己身上那股挥之不去的烟味，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和自卑。到了公司，坐在我的设计工位上，昨晚的麻痹换来的是今天一整天的精神不济。咖啡一杯接着一杯的灌下去，但脑子就像一团浆糊。盯着荧幕上的设计稿，我1个小时也拉不出一条满意的线条。灵感、创造力早就被尼古丁烧光了。客户在催，老板在问进度，我只能用一些虚假的借口去搪塞。心中的焦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知道我没有发挥出我应有的潜力，我正在搞砸我的事业。但越是焦虑，我就越渴望下班后的那根烟，那根能让我暂时忘掉这一切的烟。看，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通往停滞与绝望的负向循环。精力被烟瘾耗竭，导致事业停滞不前，事业停滞，收入自然无法增长，没有多余的钱，没有好的精神状态，更没有自信。你拿什么去经营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你甚至连认识新朋友的力气都没有。你的世界就只剩下那间充满烟味的房间和那个在荧幕前不断滑动的孤独的自己。一块骨牌推倒下一块，吸烟导致精力下降，精力下降导致工作表现差，工作表现差导致收入停滞，收入停滞导致社交萎缩，社交萎缩导致关系空虚。这就是吸烟的负向骨牌效应。它像一个温柔的刽子手，一刀一刀慢慢地割掉你人生的所有可能性，把你牢牢地锁死在一条不断下沉的轨道上。这个绝望的循环看起来是不是牢不可破？我曾经也这么觉得，我以为我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要打破这个坚固的该死的循环，其实只需要一个唯一的决定性的动作，那就是伸出你的手去阻止那下一块即将倒下的骨牌，然后用尽你全身的力气去推倒另一组骨牌序列里那第一块也是最关键的一块。当你选择停止的那一刻，当你对自己说出够了的那一刻，你猜宇宙会为你腾出怎样的空间？一个你从未想象过的全新的骨牌序列即将启动。戒烟之后，最先到来的不是健康，也不是别人的赞美，而是无聊，一种巨大的、铺天盖地的、令人恐慌的无聊。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我戒烟后的第1个周五晚上。按照惯例，这本该是我抽掉半包烟、喝2瓶啤酒，然后在沙发上昏睡过去的快乐时光。但那一天，我坐在沙发上，手里空空的，嘴里也空空的。我打开电视，那些过去能让我哈哈大笑的综艺节目变得索然无味。我拿起手机，那些刺激的新闻和短影音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吸引力。时间从未如此漫长，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只蚂蚁在我皮肤上爬，痒得我坐立难安。那种感觉就像一个瘾君子被剥夺了唯一的慰藉。我感觉自己像个孤魂野鬼，在家里飘来飘去，不知道该做什么。
就在那种极度的不适和空白中，一个微弱的念头像黑暗中的一颗小火星突然冒了出来。我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真正有意义的事？这个念头就是我人生正向骨牌序列的第一块骨牌。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打开了那台阶级混成的电脑。我一直对影片制作有点兴趣，但总是以没时间、太累了为借口，从未开始。那天晚上，我下载了第一个剪辑软体。我打开教学影片，像个小学生一样，从最基础的如何导入素材开始学起。那个过程笨拙、挫败，充满了困难。但我惊讶地发现，当我全神专注地去研究一个转场，去对齐一段音轨的时候，我完全忘记了想抽烟的念头。我的大脑终于被一件有创造性的、有挑战性的事情给占据了。那天晚上，我熬到了凌晨3点。当我终于剪出了第一支只有短短30秒、配乐乱七八糟、画面跳来跳去的粗糙影片时，我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满足感。那种满足感比尼古丁能给我的任何快感都要强烈10000倍。这就是倒下的第2块骨牌——新技能。我把过去所有用来抽烟、滑手机、自我麻痹的垃圾时间，全部投入到了学习影片制作中。我研究灯光，研究收音，研究文案，研究平台的演算法。我把家里那个小小的客厅改造成了一个简陋的摄影棚。我开始把我戒烟过程中的心得拍成影片分享出去。一开始根本没人看，但我不在乎，因为我不再是为了麻痹自己而活着。我找到了比吸烟更深层次的目标感。我享受那个创造的过程，享受那个每天都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的感觉。渐渐的，我的影片开始有人点赞，有人评论，有人说：“志明，你的影片给了我力量。”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做的事情第一次有了超越自身的价值。随着我不断的投入，这份热情最终变成了一个可以养活我自己的事业。我成立了一家小公司，专门帮助像我一样想透过内容去分享价值的人。我找到了我的天命。这就是倒下的第3块骨牌——新事业。当你的生活有了目标，当你不再需要靠尼古丁来维持精力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在我原本的设计工作上变得越来越专注，因为晚上得到了真正的休息，而不是麻痹。我白天精神饱满，灵感源源不绝。我能更清晰地思考，更果断地决策。过去那些让我头痛的客户，我开始能游刃有余地应对。我的设计稿一次次地获得认可，我的收入自然也水涨船高。这就是倒下的第4块骨牌——精力与财富。好了，现在我有了一点点的积蓄，有了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那个失落已久的叫做自信的东西。我不再闻起来像个移动的烟灰缸，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决定是时候去开启我人生中一个全新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专案了。但这条路远比我想象的要难。我把这件事当成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设计专案来执行。我开始约会，我告诉自己，每一次约会都是一次使用者测试，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宝贵的数据收集，帮助我迭代我的产品，也就是我自己。我经历了整整75次约会，是的，你没听错，75次。这75次里，有聊了半小时，发现对方是个微商，想拉我做下线的；有全程低头玩手机，连正眼都没看我一下的；有吃完饭坚持要 AA 制，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还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那个女孩问我：“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当时想了想，很真诚地说：“是坚持。”她笑了，说：“坚持做什么？坚持每天打游戏吗？”每一次失败的约会，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打击。换作是过去的我，可能早就躲回我的烟雾堡垒里，告诉自己算了吧，我这种人不配拥有爱情。但是现在的我不一样了，我从戒烟那件事里学会了最重要的一课：面对挫折，不是逃避，而是分析问题，然后继续前进。我会在每次约会后，像复盘一个设计专案一样复盘我自己。我今天的沟通方式有没有问题？我选择的话题是不是太无聊了？我对对方的需求是不是理解有偏差？我就是这样带着从戒烟中学来的毅力，一次一次的去测试，一次一次的去迭代。终于在第76次的时候，我遇见了她，我的妻子。
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我们有相似的价值观，在他面前，我感到无比的放松和真实。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家，有了一个活泼的孩子。每天晚上，我不再是回到那个冰冷、充满烟雾的房间，而是回到一个充满了饭菜香和欢声笑语的温婉的港湾。这就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块骨牌——爱情与家庭。从一个因为无聊而开始的小小念头，到学习一门新技能，到建立一个新事业，再到收获财富、自信，并最终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这就是戒烟带给我的正向骨牌效应。它不是一个神话，它是一个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真实的奇迹。在你戒烟之后，哪怕只有1天，你观察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微小但积极的变化？可能只是早上醒来喉咙不痛了，可能只是爬楼梯不那么喘了。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可能会激励到某个正在犹豫的人。等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以为我前面说的这一切，开公司赚钱找到老婆，都只是因为我不抽烟了，然后就自动发生了，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一样？不，绝对不是。如果只是单纯的不抽烟，你很可能只是从一个抽烟的焦虑的失败者而已。你只是把麻痹自己的工具从尼古丁换成了打游戏、暴饮暴食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所有这些美好的事物，所有这些正向的骨牌，它们能够一块接一块的倒下。真正的原因，那个在背后驱动一切的终极引擎，是我透过实践戒律的过程所锻炼出的3种品格：纪律、毅力和承诺。这才是戒烟能带给你最宝贵的、足以改变一生的财富。让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彻底明白了。你可以把戒烟这件事想象成是给你的意志力办了一张终身的健身卡，而我们每个人的意志力就像一块肌肉，你不用它，它就会萎缩；你锻炼它，它就会变得强壮。在你决定戒烟的那一刻起，你就走进了这家意志力健身房。每天早上醒来，当你想抽烟的念头第一次出现时，你对自己说不。这一下就像是用意志力做了一组晨间唤醒卧推，很痛苦，但你撑过去了。工作中压力山大，客户又在提无理要求，你习惯性的想去楼下抽根烟，但你忍住了，你选择去倒了杯水，深呼吸了几次。这一下，你又完成了一组抗压能力深蹲，你的意志力下盘更稳了。晚上朋友聚会，大家都在吞云吐雾，有人给你递过来一根烟，笑着说就一根，没事的。你看着那根烟，闻着那熟悉的味道，内心天人交战，但最后你笑着摇摇头，说谢谢，我戒了。兄弟，恭喜你，你刚刚完成了一组最高难度的人际关系硬举。每一次你对烟瘾说不，每一次你在诱惑面前守住你的承诺，都不是在失去，而是在获得。你都在为你的意志力肌肉增加一次有效的刺激。肌肉会感到酸痛、撕裂，但之后它会超量恢复，变得比以前更强壮、更有力。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你从一个连自己欲望都控制不了的意志力瘦子，慢慢的锻炼成了一个拥有强大意志力核心肌群的猛男。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当你把这个强壮的意志力应用到你人生的其他领域时，你会发现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你想学习一项新技能，过去你可能坚持3天就放弃了，但现在你拥有着从无数次烟瘾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纪律，你可以像执行捐令一样，每天坚持学习1小时。你想创业，想做一个很难的专案，过去你可能遇到一点挫折就想退缩，但现在你拥有着从75次约会失败中磨练出来的毅力，你知道怎么面对失败，怎么从失败中学习，怎么爬起来继续前进。你想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爱人许下一个长久的诺言，过去你的承诺可能很廉价，但现在你拥有着对自己不再吸烟这个誓言，坚守了数百数千个日夜的承诺的力量，你的话有了千钧之重。这才是戒烟骨牌效应的终极秘密。你真正获得的不是一个健康的肺，而是一颗强大的心。你获得了驾驭自己欲望的超能力。
而一个能驾驭自己欲望的人，才能真正的去驾驭自己的人生。所以故事讲到这里，我想选择题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2组骨牌，一组是那条通往不断下沉的负向循环，起点就是你点燃下一根烟的那个动作，终点是停滞、空虚和悔恨。另一组是那条通往持续上升的正向螺旋，起点就是你掐灭手中这根烟，并且决定再也不点燃它的那个动作。它的终点是你从未想象过的一个充满了可能性和成就感的崭新人生。你想在哪一条轨道上？真正的改变从来都不是别人给你的，它来自于你在一次次与自己欲望的斗争中亲手锻造出的那份自控、坚持与承诺。这份力量远比尼古丁能给你的任何短暂慰藉都要强大、持久10000倍。选择权在你手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一点点的触动，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像这样掏心窝子的内容，请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另外，也请务必帮我按个赞，让这个影片能被更多还在挣扎的兄弟看到。对了，这类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你懂的。演算法很悬，说不定哪天就刷不到了。我强烈建议你先把影片保存下来，在你觉得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回来看看，它会给你力量。